哎呀妈，就怪张拿铁这孩子，你说他看着不错，他偷摸惹了个大祸，导致我同事差点告大胖媳妇性骚扰。这不眼看到3·8妇女节了吗？我寻思今年我要带我这些同事们出去玩玩，最后选中了普吉岛。大胖媳妇刚开始表现得非常好，还给我提建议说，第一点哈，就最好分开玩，让他们少见你，没有人跟老板在一起能玩好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别整晚宴，尤其是别整那个公司晚宴上的老板讲话，你的理想、你的规划跟人家也没有关系，人家要去普吉岛，不是去普及你，普及你。然后呢，他还给我们每个同事准备个小礼物，放在了信封里。然后惊吓就发生了，我们有一个同事叫蛋蛋，蛋蛋回家打开大胖媳妇给他的信封，居然是这样的，那是一张不是我给他们订的酒店，而是隔壁酒店的浪漫情侣套房预订，上面是摆的天鹅和满床的玫瑰花，还有心，然后背面是大胖媳妇手签，意思是我们俩需要一些私密的空间，你愿意把他们都丢下，偷偷跟我去这里吗？只有我和你，只有我和你。这里边最吓人的点是啥呢？他们是10号去泰国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12号才去，有2天我不在那儿，所以这样蛋蛋就更害怕了。然后晚上蛋蛋想来想去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说姐，我收到了姐夫的信封，你知道是啥吗？那我是知道的呀，因为大胖媳妇当时订的时候，那是我花的钱呢。我们给每个人订的都是一个泰式足疗按摩呀，而且当时那个门票吧，它还真有点贵，我都有点心疼，所以我就以为蛋蛋要表达的是姐夫有点太破费了，所以我就给人回的，我说我知道啊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呗。我说俺家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姐夫他不管说啥，那背后不都是我的意思吗？给蛋蛋吓完了，小姑娘差点都不干了。好在第2天俺俩见面，当面聊了一下，误会解除了。大胖媳妇说，她偷偷给俺俩订了一个情侣浪漫大床房，带花瓣的什么的，但是她不明白为啥蛋蛋收到了这个，因为她记得非常清楚，她还检查过谁的信封里都有啥。那么这个事儿她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蛋蛋如释重负说，哎呀，不管谁干的，这不是给我的就行。哎呀妈，我本来就绝望了，我以为连姐夫这样的男的都靠不住。我说其实我也吓一跳，感觉啥都靠不住，所以女人还是要心疼自己。今年妇女节送自己一瓶欧莱雅黑精华第4代，它采用欧莱雅仿生抗老科技，更加修复抗老，给肌肤补充能量，帮我养成嘭弹上镜脸，让镜头里的我和镜子里一样好看。最后这个破案过程倒是很简单，就是调人家监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当时拿着那个浪漫大床房的预定，就是给我的那张纸的时候，告诉张拿铁说这个是最贵的，这是麻了的，这是更好，这是很贵的。这是我的看到。你好，妈妈，凯莉。张拿铁把最贵的给拿出来了，放进了蛋蛋的信封里边，把给蛋蛋的按摩券转放给了他的母亲，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？这是我干的好事。你把该给妈妈东西给换了，你告诉妈你为啥要这么做呀？因为爸爸说这个是最贵的。那为啥给我呀？把这个给你呀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喜欢吗？哎，结婚10年了，我终于带我的家人们来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圣地，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，中国义乌。This is crazy。没有想到这次在义乌，我们解开了一个家族恩怨的谜团，更没有想到温蒂在义乌损失惨重。温蒂跟我说想去义乌已经很多年了，落地义乌直奔小商品批发市场，买了25个拉布布，23个对眼，但是温蒂不在乎，他相信拉布布也是对事儿不对人。张拿铁带着奶奶送的拉布布去幼儿园，回来孩子都多心了。早跟人家那我不用，你这可怎么感觉不愧是玲玲，不愧是玲玲。不光是拉布布，看啥玩意儿都兴奋。但是很快，温蒂遭遇了一个晴天霹雳，就是他在义乌发现了一个碗，这个碗很熟悉。当初温蒂第一次来中国，在加拿大走遍了各个商场，给我妈精心挑选了一个礼物，那个碗和这个碗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还没有这个大。温蒂当时在加拿大花了100刀背到了中国，而在义乌这个碗的故乡，他28批发进屋再谈。温蒂崩了，那一瞬间他明白了，我妈为啥第一次见温蒂收温蒂礼物的时候就不开心。温蒂和我妈多年的恩怨在这一瞬间都明了。温蒂还跟我说，我对不起你的母亲，如果当初她第一次来加拿大见我，送我的见面礼4刀了，我不会做到你母亲那么体面，我会骂她的。说实话，我说我妈也骂了，说实话，我就是没给你翻译，观众都知道，生面佛面孩子面，我就不给你弄。My mother really likes it, really likes it. 但是温蒂就是温蒂，愧疚的情绪在心中存在了10分钟，马上就琢磨别的了。他说：“这个碗在义乌28块钱这个事儿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加拿大人可不知。我多买点碗回去我也卖，就在我上当的礼品店旁边，他卖100，我卖80。什么叫贸易战？”温蒂当天买了很多碗，都是当时在加拿大看到过的比较贵的那种款式，小心翼翼的背着。除了义乌批发市场的时候下瓢泼大雨，非得让我给酒店打电话说这个外宾身上有文物，不能让雨浇到一丁点儿。义乌的酒店也表示了对文物的重视。
没有想到事情的走向，哎，他不在意料之内。除了碗呢，他还买了好几个小灯，但这种灯对眼不好，咱家都是用的公牛大陆灯，采用紫光芯片，削减有害蓝光，补充营养紫光，还有红光模式，护眼又养眼。孩子学习我都开它，不揉眼更舒适。没想到啊，人家温迪这次没翻车，马上就准备带着这些碗就回加拿大了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碗都保住了，钱包丢了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那个雨夜，光想着保护文物了，钱好像是落那车上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明天我们就要去铁岭看我妈了。本来温迪想好了，关于碗这个事件，他得好好弥补一下，要买个贵的礼物跟我妈正式和解。现在的情况呢，是时隔多年，温迪再见我妈，1分钱没有，能送给我母亲的还是碗。净扯那个一个人，净扯那个一个人。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，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，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，你看完心疼。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，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。我问我妈，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吗？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？我妈说我不放心，我觉得太危险。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。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。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？第一天坐船出海，在海的正中央，我婆婆提议要跳海。这一个提议出口，我婆婆、我老公、我小姑子在澳达，衣服一脱，噼里啪啦全跳下去。然后张大铁呢胆小，就说水里有老妖精，就不下。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，离他特别近。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，我越说他越害怕。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，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，你马上你就接住。他一进水，他发现没事儿，那他就不害怕了。大胖媳妇说行 ，OK， 我接他来吧。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， 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一听我很惊讶，我寻思啊，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，你看平时挺虎，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。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，咱们要把他扔下去。2秒钟才飘上来。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，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，家里有。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，温迪提议要扔我妈，后来温迪自己退缩了，没敢碰我妈。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？早达说，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，她心脏里有支架，坏了赔10万，奶奶就走了。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，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。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，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本来也要出席，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，人家竹筏划着划着，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，说太热想游泳，人船夫说不允许跳。大胖媳妇说我就想跳。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，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，不赖我。我要是让你跳，那这就是我的责任。大胖媳妇说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他被有人掉水里了。我在晚宴上，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？遥远的看出去，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，因为身上太臭没让他俩进，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。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，它能拯救拉胯侧颜。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，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，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，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，那个船开的特别快，特别颠簸，很吓人。我们全家都上了，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。这船上最老的65，最小的才3岁呀，人家在海中央停了，开船的人朝我们喊：“哎，你们想掉下去不？”我说啥？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，保证你们全掉下去。这个事儿回国之后，张大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：“我说我不掉，我奶说掉，我要掉。我说干什么玩啊？谁跟你跳呀？我奶非要掉。我说你可拉倒吧。哦，那你可挺厉害哈。然而实际上，张大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：我说我不掉，谁让我掉？干啥呀你们？